回来大社照，我是小云。今天有一位新搭档。Hello， 我是大社照新主持人，也是小云新搭档，我叫 Terry。Terry， 我跟你说，上礼拜我有件令我非常开心的事。是。跟你说，我第一次见到我男友家的侄子，那圆圆的眼睛，白白嫩嫩的脸，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讲了，你是不是开始想当妈妈了？然后当天就很想要赶快回去跟自己的男朋友有自己的小孩。我是还蛮想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没有错。不过其实我不知道在什么时间点生啊，对于宝宝对妈妈都是最好的。不过因为你这个问题啊，其实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例子，就是他们都24、25岁要结婚，然后想生小孩，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说到底要早生还是晚生会比较好。相信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女生想知道，不过没关系，今天大社照邀请到了安生诊所院长吕秉正医师。欢迎吕医师。主持人好，各位照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再为各位解答一些各位想知道的问题。吕医师，我们在上一集生理期系列有提到，女生卵子最健康的年龄是在24到25岁。那想问吕医师，是不是女生在这个年纪生产也是最好的？当然啦，卵子最好的时候，那品质最好啊，那它造成它异常的机会最少。青春期开始排卵，然后慢慢到25岁，它是达到最好、最适当、最好的卵。过了以后，慢慢它品质就稍微差一点，但是不会下降的很快。然后30岁以后，所以所谓的高龄产妇，那时候就卵的品质就会每一年就差很多了。那我还蛮好奇一件事情，像是很多电视上啊都会有女明星冻卵嘛，那医生会建议说妈妈也是在24、25岁先冻卵吗？所以25岁有时候我还觉得是稍微比较早了一点有时候这个中间还有10年的变数可能那时候就结婚就想生小孩，你冻卵就没有意义了。不过好像都听过女生要冻卵，男生怎么不会有冻精吗？因为其实你知道，有一些女生啊，就是她们可能老公啊，可能比他们再年长一点，可是因为你知道，就是不断的尝试要怀孕，但他没办法受孕。然后我有就是在 Google 看过，就是说好像听说男生到一定的年纪，精子量会变少，会导致女生没有办法受孕，是真的吗？是数目跟活动力是相对会影响，像我们每一 cc 都至少要2000万。然后再的活动力要大于60%，还没再见的时候都还是会有精虫，只是可能你没办法受精。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取精啊，我们可以直接从睾丸里面去取精虫出来。你说用针插进睾丸？对，我们可以把它吸出来，吸出来以后就在显微镜底下就可以一只把它抓出来，然后直接就打在卵里面。所以现在的科技已经很进步，所以男生不用动精。那我题外话一下，因为光被踹到睾丸就蛮痛的，针插进睾丸。会打麻醉吧？会啊，会打麻醉。我就放心了。其实男生当然我们就不要有遗传性的病，或者是说感染到什么病毒啦，这些梅毒啦，这些 AIDS， 其实这个以外，其实这精虫都蛮健康的。所以我们就男生主要考虑说有没有精虫能够游那么远数目够不够，主要是这样子。所以想要怀孕以前呢，我们就建议少抽烟啊，少喝酒啊，然后尤其在高温，像有一些其实很多精虫比较少的都是除湿，在高温底下比较久，所以有时候它的数目跟活动力就会比较差。这一些我们就是避免，应该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曾经就是有在新闻上看过，就是说宝宝新生儿生下来之后才发现，宝宝竟然得了艾滋病。然后后来再去验妈妈，说，妈妈也有艾滋病，但是因为这位妈妈她跟她老公在一起5、6年，她也没有发生，就是跟别人发生任何的性行为。后来才发现说，就是最后查爸爸是带原者，感染到的我们就不叫遗传疾病，叫传染性的疾病。所以我们都是鼓励婚前健康检查，或者是孕前健康检查。那主要就是我们有没有梅毒，然后有没有 AIDS。所以在怀孕的时候，妈妈就会抽了。你只要不放心，当然在事前我们就抽，抽了以后我们会比较放心。那在婚前的健康检查里面比较重要的，当然就是地中海型贫血，然后梅毒感染，再来就是 AIDS， 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德国麻疹抗体。它这个病毒，它会在前3个月里面，万一你怀孕的时候你没有抗体，就是以前没有得过，你突然在前3个月得到的话，它有60%到70%
异常的机会。所以这个就很重要，就建议你想要怀孕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就事前赶快到卫生所去打德狗麻疹疫苗。还有，其实有时候病人还有一个困扰，就是说我打了以后，我现在怀孕了怎么办？其实现在的疫苗它已经减毒了，所以不会说造成小孩子像平常得到的那么严重，所以其实不需要说因为打了疫苗以后，然后怀孕就要把它终止妊娠，就是把它拿掉，不需要。其实现在是 OK 的。所以怀孕中妈妈其实也不用太担心，即便检查出来有一些遗传性疾病，其实还是可以怀孕的。其实就是说，如果真的会担心的话，真的就是去医院做检查啦。Terry， 话说你刚提到你有朋友啊，有没有已经是当妈妈的？有啊，就是我朋友的女朋友，她就是怀孕了嘛，但是她一开始在怀孕的时候，一般来讲怀孕前期都会停经，因为你们女生一定都会知道说自己可能这个月会来，她那个月没有来，她后来就非常紧张的去那个药局买了大概6-7支的那个验孕棒。然后她就很紧张的跟我讲说 ，Terry 我怀孕了，然后就说你怀孕了那很好啊，你怀上你男友的小孩很棒啊。然后她就讲说，可是我不确定我到底是真的怀还是假的怀。哦，那像医生，我们怀孕啊会有哪些征兆？像说会头晕、会恶心、会呕吐。下腹会不舒服啊，这些都是怀孕的症状。那你假如是怀孕的时候一开始有这些症状，就表示你一直会有这些症状，可能到10周到12周它才会不见了，慢慢就消失掉。突然没有症状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了，可能胚胎发育上可能会突然终止啊，或者没有心跳啦，或者流产啦。万一有这种情形，就赶快要找医师检查。那只要刚开始就没有症状的，就是我们要看看，平常月经准不准？你只要平常不准的，那就比较小心。一检查就是4个月、5个月的，都是平常月经不准的。那只要月经准的话，你检查了以后超过月经1个礼拜，检查一定很准。像每一次那个常常病人会误会说，在一起1个礼拜以后是不是就验得出来？其实是不对，在一起要2个礼拜，它才会显示出来我们胎盘激素，所以那时候才能够验出来。所以一定要是在一起2个礼拜以后，我们才能够确定有没有怀孕。所以你假如月经比较不准的话，就要靠这个所以一般我们都建议超过月经的1个礼拜来检查，那时候是最准的，就是直接去医院做检查是最好的。那假如说你一般我们可以在药房里面啊，或者是那个超市里面买验孕棒。那验孕棒其实也是蛮准的，不过有一个，它大概在3到5分钟，你就要去判读了。你不能说我今天验了以后把它丢在浴室，然后隔天看哇2条线了，所以我就怀孕了。其实那个不准的，很多都是没有怀孕的。所以其实真的也不用像电视演的，他想要验孕就到超市把所有品牌验孕棒都买。不用，其实都蛮准的啦。所以就是在这边说，你怀疑你自己怀孕了，当然就是有些市面上的验孕棒它是经过认证过的，所以一定是有一定准确度的。如果真的是确认是2条线，就代表你真的怀孕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还是不确定的话，不妨就真的直接去医院去找医师做检查，会是最直接的。但还是要提醒大家，验孕棒测试的时间是3到5分钟。今天真的听了很多吕医师为我们解释的一些怀孕初期啊，大大小小该注意的事情。那下一集一样要麻烦吕医师为我们说明怀孕初期、中期妈妈们要特别注意哪些事。今天的影片就在这里结束啦，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别忘了帮我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